瘟疫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灾难。2003年，非典型肺炎重创中国，超过5000人确诊，数百人死亡，整个国家陷入恐慌，经济社会严重受挫。当时没有人知道疫情会何时结束，死亡人数会攀升到何种地步。2009年，甲型 H1N1 流感席卷全球，数万人染疫，数百人死亡，各国惊慌失措，世卫组织纷纷升级全球紧急响应。仅过去几个月，病毒就迅速蔓延5大洲，超过100个国家，这是有史以来传播速度最快的瘟疫之一。2021年，新冠肺炎席卷全球，迄今已有超过6亿人确诊，近700万人不幸离世。疫情持续3年，全球进入修罗场，防控形势严峻，许多国家医疗系统濒临崩溃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。新冠病毒的变异再次提醒我们，人类始终难以彻底击败它。其实，在更早的时候，14世纪的黑死病就横扫欧洲300年。1977年在非洲发现的埃博拉病毒，能使人高烧不退，浑身疼痛难忍，最后心肝脏器功能衰竭，全身出血而死，极为可怕。它仍在非洲流行，甚至还传入英国。同年发现的汉塔病毒，也称流行性出血热，主要通过灰腺素传播，可导致严重的肾功能衰竭，在中国西北等地区也偶有发生。此外，还发现了甲乙丙庚等多种新型肝炎病毒。2003年的 SARS 冠状病毒也是全新传染病。此后数十年，新发传染病层出不穷，这表明尽管现代医学进步，但传染病产生的速度比以前更快，我们必须高度警惕。2009年 H1N1 流感和当前新冠病毒就是明证，未来更致命的瘟疫可能也在所难逃。导致瘟疫频发的原因，现代科学认为与环境污染、气候异常变化相关，病原体基因突变是关键因素，而它们为了逃避人类的药物，也在不断的适应和变异。那么瘟疫频发的根源何在呢？我们必须深入探究。现代医学认为，不良的卫生环境和错误的饮食习惯是直接诱因。人们与患病动物接触，尤其是使用带病的野生动物，很容易被传染。病原体入侵人体后，也会在与药物的对抗中产生变异，导致新的传染病出现。然而，我们该如何有效防治呢？仅依靠药物治疗，常常会陷入恶性循环，无法根除。改善公共卫生条件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的投入，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也非一朝一夕能做到。这些措施有益，但非决定性的条件。更深层的病灶在哪里呢？气候变迁、资源枯竭、环境污染，这些全球性的问题的根源就是人类过度开发、过度消费，不计后果。而过度开发和消费又源自人性的贪婪与不满。所以，要从根本上防治瘟疫，我们必须正视内心，知足常乐。只有这样，人们才能让瘟疫无处可藏。当今社会不仅瘟疫层出不穷，各类常见的疾病和怪病也日益增多，令人堪忧。美国的医疗保健体系曾一度几近崩溃，医疗费用爆炸式上涨，癌症、艾滋病等传染性疾病，以及心血管病、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都呈现激增事态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深受其扰。这些疾病的蔓延与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有很大关系。烟草、酒精的滥用、不健康的饮食结构、缺乏体育锻炼，都助长了各类疾病的发生。而过度的生产和消费也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，从而导致环境污染、资源枯竭，最后又反过来损害人类的健康。可以说，这一切都源于人的贪婪与不节制。人类不计后果的过度开发生态资源，只为过分享乐。因此，从根本上防治疾病，我们必须正视人心，反省物欲，知足常乐。只有这样，人类才会自觉保护环境，珍惜资源，遏制住对自然的无节制掠夺。人与人、人与自然才能重新和谐相处，各类疾病才会逐渐远离我们。佛教的医学思想博大精深，在医疗疗法上造诣极高。它不仅包含对各种疾病的认识，
找出病因，制定治疗方案，还包括如何通过日常生活起居来调护身心，提高机体的抵抗力和恢复能力。这对我们今天预防疾病、治疗疾病都有重要的启发作用。佛教提出，身心是统一的整体，身体的状况会直接影响心理，心理的变化也会反过来影响身体，所以要同时调养身心，使身体健康、心境祥和，才能有充沛的精力去修为或从事其他工作。华严经里说，菩萨传经布道之前，要先学习医术，因为病苦的众生心绪难平，无法安心修行，所以菩萨要先给他们治病，消除痛苦，然后才传授佛法，开导他们的心灵。佛教医学理论极为丰富全面，将医疗方法归纳为4大要点，即认识各种疾病的症状，找出病因根源，掌握有效的治疗方法，采取日常的身心调护与保健措施。这套理论框架通俗易懂，也符合科学态度。尤其是藏传佛教，更是形成了完整系统的医学体系，编撰了大量的医学著作。在汉传佛教里，也有许许多多的高僧通晓医术。在寺院内设有医疗部门，由僧人负责为病苦众生治病。佛教将疾病分为身病和心病2大类，细致入微，令人耳目一新。何为身病？包括我们日常所说的各种生理疾病，像头痛、胃痛、心脏病、肺结核等等。这类身体的疾病可以进一步分为2类。第一类是4大五蕴失调所导致的疾病。4大是指地、水、火、风，五蕴是指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。这些元素失去平衡调和，就会导致人体各种器官和系统的疾病，比如说气血不调，就可能引发种种头痛等。第2类身体疾病则是由外部意外伤害引起的，比如车祸、跌倒造成骨折、冻疮烫伤皮肤、细菌病毒感染引起的传染病，这些都是外来恶难对身体造成伤害的疾病。那么什么是心病呢？忧虑、恐惧、嫉妒、贪婪等脾气毛病，以及烦恼的折磨，通通属于心病。心病也可以分成2类。第一类是内心失调所致，比如贪嗔痴的毒火烧心，种种烦恼自焚，这些都属于内在的心病。第2类是外境引发的，比如名利场中得失心的起伏摇动，外境的诱惑而产生的种种错觉，这属于外在环境影响导致的心病。佛教告诫我们，心病的治疗重于身病，因为许多疾病的根源正在心病。如果能调伏心性，令心境平和，身病也会自然减轻。所以要注重调心，除去内心贪嗔痴，达到解脱的境界，这才是治疗疾病的根本之法。佛教将这种疾病分为身病和心病的科学分析，让我们在面对病魔、修身养性时，有了更为深刻的思考。当我们遭遇疾病之苦时，不仅要治身体，更要治心灵，调整内心，方得解脱。表面上，佛教的心病对应我们医学中的心理疾病，但其实佛教所说的心病内涵更加丰富广泛。即使是普通人日常的贪嗔痴等心理毒瘤，也属于佛教要治疗的心病。医学在研究和治疗身体疾病方面确实发展得非常精深，也非常系统化，但在心病方面，佛教经典的研究和治疗显然更加深入和全面。原因在于佛教经典基于对心理活动和心灵规律的深刻洞察，能提出许多独到的视角。佛教指出，许多生病的根源在于心病，如果能调伏心病，身病也自然好转。这一观点对今天的医生来说也有启发意义。在治疗疑难疾病时，医生也应该关注病人的心理状态，合理调整心态，这有助于治疗。再比如，佛教提倡众生平等互爱，戒除贪嗔痴等心毒，这对稳定社会秩序、减缓疫情蔓延也大有裨益。如果我们能吸收佛教对身心关系的独到见解，运用到医学实践中去，
现代医学在疾病治疗和疫情防控等方面必将更加完善和高效。何为病？病就是身体的失调，是机体功能的紊乱。据佛教经典记载，疾病的产生是由各种缘由条件聚集而成，就好比钻木取火，必须先有木头和打火石等条件相遇，火才能升起。若没有这些因缘条件，单凭木头是取不出火来的。疾病也如此，聚缘而生，缘散而灭。佛教认为，身体由4大元素地、水、火、风组成，一旦这4大失调，百般疾苦随之而来。比如地元素增多，肿胀、枯槁乃至消化不良之类的病症便会出现；水元素失调，那么火肿、拉肚子等疾病就会出现；火失常则高热、口炎、干痛、大小便不通；风不调则身轻气短、痉挛抽搐。由此可见，4大失调，疾病便无处不在。此外，饮食不节、过度劳累、久坐久卧、情绪不顺等，也是引发疾病的罪魁祸首。佛说佛医经云，人得病有10因缘，即长期不饮食、进食不消、忧思过度、体力透支、放纵欲望、暴露嫉妒、大便不通、小便难以为继、压抑喜怒哀乐、禁锢气机等，这些都能使人生病。大般涅盘经说，病有内因和外因之分，内因如水风热失调，外因如过度操劳、意外伤害、遭遇鬼怪等。可见病源易路，病因万千。我们常说健康是福报，病苦是业障。那么什么样的因缘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疾病呢？通过佛教的思想，我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。首先，外感寒热、四时变化，这些看似平常的气候变化，很容易导致我们体内阴阳失调。我们的身体如同一个小天地，气血运行需要阴阳调和，一旦天气反常，我们的身体就很容易出现问题。其次，不健康的生活习惯，我们喜欢浮夸奢靡的饮食，起居没有规律，工作过度劳累，缺乏适当运动，这些不良的生活方式直接影响到我们身体机能的调节。再者，不健康的心态，好比我们好斗，喜欢争强，心中充满嗔恚，或者我们过分忧虑，沉浸在忧愁之中，这些负面情绪也会导致气血的淤塞和运行不畅。当然，外在的意外伤害也是导致疾病的原因之一。此外，我们还要注意到鬼神或妖魔的干扰，这些我们看不见的存在也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。我们要意识到，生命是轮回的，我们今生的身体是前世业力的集合，那些看不见的业障积累也会成为疾病的原因所在。所以佛陀说，疾病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内心的无明、嗔恚等烦恼，这些烦恼驱使我们造下恶业，这些恶业就像种子一样，在今生开花结果，导致了疾病的出现。生老病死是每个有情众生都要面对的宿命。我们生病时应当如何看待自己的病苦呢？维摩诘所说经告诉我们，生病时不要埋怨别人或天道无常，而要反省病起于自身的心念颠倒。我们的身体是4大假合，本无实我。病痛的起源是因为我们对这副身体产生我执、着相，如果能离开我执，就能超脱病苦。大悲经进一步阐释，一切苦难都是我们自己前世业力所感召，积疾、疾病都不是天造的，而是我们自己种下恶因，现在结果。我们前世种下无明种子，今生就要面对无明所造成的痛苦。所以要真正解脱病苦，必须从根本上消除无明和烦恼。我们都见识过疫病的恐怖，它能在短时间夺走许多人的生命。那么疫病的起因是什么呢？佛教是从因果的角度来理解的。什么是瘟疫？它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，让满村的人都面临生命的威胁。我们首先要明白，瘟疫并非自然发生，它总有根源。根据佛教的智慧，过去我们残害众生，积下了滔天杀业，这就是瘟疫能升起的主因。这些杀业的福报用尽，
怨气冲天的亡灵便会化为异魔，与病毒一起散播瘟疫，报复曾经伤害他们的我们。此外，人们忽视卫生，任意排放垃圾污水，也为瘟疫敞开大门。贪婪纵欲，残害其他生命，更是重重恶缘，引来瘟神侵袭。就像阿兰逝世经里说的，国中多盗贼，灾祸频仍，毒气弥漫，疾病蔓延，皆因人们涉猎屠杀，暴力相向，所及恶业。佛教的《灌顶经》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：从前有一个叫维耶尼的国家，人民以游猎为生，但非常残忍，少有慈悲，常年猎杀各种飞禽走兽，尤其是捕杀麋鹿为甚。一次，一只小麋鹿也被人们抓住，孤独囚困起来，心中惶恐不已。他看着同类被一个个杀害，心中充满绝望与怨毒。就在屠刀划向他的最后一刻，这只小麋鹿发下了一个残忍的誓言：我一定会以鬼神之身带着瘟疫回来，焚烧杀我的人。后来，这只小麋鹿果然投身为一个怨灵，它满心记恨，飞越9重空天，来到人间，化作瘴气与毒物，肆虐这个伤害它的国家。一场瘟疫很快爆发开来，民不聊生，死伤无数。我们看到这场大瘟疫，其实就是那只小麋鹿心中怨气的具现化身。它死之前的誓言，推动了这场瘟疫的爆发。这告诉我们，杀生的恶果是非常可怕的。屠刀下令人痛苦万分的生命，其怨气足以摧毁一个国家。很多人会疑惑，既然从未见过鬼神，科学也无法证实，为何佛教还坚持他们的存在呢？其实我们只是因为片面的依靠肉眼和科学，而对存在的可能的认知过于狭隘。就像空气，肉眼无法见，但它的确存在着。病毒也是肉眼不见，但它们随时都在传播疾病。同理，鬼神生存在更高的维度，肉身也更加细微，我们目前的器官和科技都难以探测。但是这并不代表它们就不存在。佛教经典多次提到，只有修行到很高的层次，烦恼尽除，才能看见鬼神。一般人难以看见，并不是鬼神不存在的证据。就像一个闭眼的人说世界上没有光一样荒谬。我们要谨记眼界的局限，保持开放和探索的心态。也许哪一天，我们突破常识的桎梏，也能亲眼看到另一个隐藏维度的世界。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对鬼神太过执着。佛教的正确认知是，瘟疫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业报。过去残杀众生而造下的杀业，今生就会遭殃。无形中的怨气也会化作异魔。所以我们要从根本上预防瘟疫。最重要的是修心向善，不再重复错误，尽己所能行善，发愿护生，不杀生害命，自然能走上康庄大道。保持平常心，依法修行，瘟疫终将无处藏身。史书上记载，一些大善之人在瘟疫流行的时候，不畏疫情，舍生忘死地照顾病人，反而平安无事。这是因为他们平时的善行非常强大，积累了深厚的福报功德，没有造过感得瘟疫的恶业，自然在大众畏惧的生死关头，能够趋吉避凶，拯救他人。晋朝的于衮是一位孝顺勤俭的君子。瘟疫爆发后，他的2个哥哥先后死去，父母和其他弟弟都逃离疫区，只有于衮坚持留下，日夜寸步不离地照顾3哥。起初家人都劝他离开，但他说自己不怕疾病，必须完成作为弟弟的职责。于是于衮昼夜不眠，精心照料3哥。经过10多天的努力，3哥终于病好，其他家人也平安回来。所有人都称赞于衮超乎常人，能够在瘟神肆虐时无所畏惧，功德高深，所以瘟疫也不敢侵袭。有时候我们会疑惑，为何善良之人也会感染瘟疫呢？这就涉及到佛法中的业报道理。其实我们要明白，一个人是否生病，与今生做的善恶不是唯一的因素，更多的是往生积累的业力作祟。即使今生行善，过去造下的恶业如果很强大，也可能导致病痛的发生。就像一个人若多年沉迷赌博，今年即使戒赌，过去欠下的债务也不会消失，只不过今生行善会起到减轻恶报的作用，不会堕入最凶险的恶道，只受些疾病之苦。另外，
有时一地的瘟疫也是众生共业的结果，即使善人被卷入，但他无相害之心，来生也可升天，不会堕入恶道。所以我们不必因善人生病就怀疑业报，要明白今生的种种都不是偶然，而是过去业力的必然结果。佛教从宏观的三世因果角度，深刻阐释了瘟疫的根源，那就是过去残害生命所造成的杀业。为了根治瘟疫，我们必须从根本上预防，也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在物欲横流、灾祸频发的今天，通过持戒不杀、广积福德、净化心灵，我们可以扭转命运，远离瘟疫的侵扰和伤害。这正是佛陀2000多年前就洞彻的人类获得健康与幸福的根本之道。当然，佛教也重视使用科学的医药手段来治疗已然发生的病患，但这只是表面疗法，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，还是要回到佛法中的开始与归宿，洗心革面，只做善行，积福德以改变业力，从而获得安宁与幸福。那么面对疾病，我们该如何医病修心呢？当疾病降临的时候，很多人会感到害怕和绝望，但是我们要知道，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必经过程，疾病的到来也有其原因。我们要保持平常心，不要被病魔打败。要知道，疾病是业力的现行，正是我们消除业障、修心养性的大好机会。具体来说，首先我们要控制自己的心念，不要整天想着我得了什么病，有多严重等等，这样的念头只会加重病情，反而时时要告诫自己，我的本心是平静无波的。身边有许多人成功的治愈了绝症，都是因为他们控制了心念，积极配合治疗。其次，生病的时候千万不可以懈怠，要坚持正常的作息，按时吃药，并且适当活动，提高身体素质。即使病中，也要精进修行，不被病魔阻挡正业，还要时时感恩眼前的一切，感恩医护人员的付出，感恩亲友的照料。再者，要从智慧的角度审视病症的来由。佛说一切缘生，我们要明白疾病也是消业的机会，保持对生命的尊重和珍惜，还要潜心念佛，祈请药师佛、观世音菩萨加持我们，要反省业力，调整心态，去向佛法。最后，如果能入定休息则更好，让身心达到平衡。要信心坚定，虔诚祈祷，但也接受现代医学，相信科学的力量。记住，真正的良药在于正念和智慧，单纯依赖外在的治疗是不够的，我们还需要通过佛法的实修，洞彻人生的无常空性，得到救济的解脱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。